不要过来！太重，你不要过来啊！我操！注意看，这是死神方便最为愤怒的比赛时刻。面对老外的各种违规招式，方便竟扛起395胜泰拳王，直接扔出擂台外。在场的观众们也被眼前的一幕震惊得合不拢嘴。这难道就是激怒中国不败死神的严重后果吗？而被扔出擂台外的外国选手可是一点都不简单，他就是来自泰国，拥有395胜场的泰拳王威先猜。据说此人的资历要比泰拳王子波球还要早上10年之久，就连泰国前任国王都曾对威先猜赞誉有加，更是授予他国宝级泰拳王的终身称号。正因如此，威先猜才打心眼里看不起其他国家的选手，哪怕方便站在他面前都会被嘲讽为胆小无名之辈。面对如此一幕，方便却表示这根本算不了什么，毕竟自己的名气地位还无法与威先猜抗衡。可是只要能在擂台上打出自己的最佳实力，那也对得起中国拳迷粉丝的支持与厚爱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让我们直接进入比赛现场。第一回合开始，红色短裤就是中国选手死神方便，橙色短裤就是泰国选手威先猜。两位选手的比赛资历相差巨大，甚至在方便刚刚进入体校的时候，威先猜就在泰国打出了名气地位。不过这都不能影响方便后期卓越的迅速发展。在擂台上，威先猜打法相当沉稳老练，不到万不得已，绝对不会给方便精准命中的机会。我觉得其实这个记录啊并不是目的，我们传承的是一种精神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这个我觉得胜败，我觉得并不是那么重要，包括结果多少连长胜都没关系。我觉得只要是我们传承一种精神啊，我觉得所以说不要看得太重。好，刚才我们场裁判这个毛清宇对于方便进行了口头的这个劝告，因为你接腿摔只能什么，我这得一拳一腿，或者用挑摔可以，像这种给他抱起来这么高给打底下，这是不允许的，所以对这个方便进行了口头这个警告。因为今天方便的对手呢是原泰拳王，在10年前是非常厉害的，获得过伦皮尼拳场的136磅的冠军呢。这个经验是非常丰富，经验非常非常丰富。对，但是方便也是一位非常的这个富有经验的优秀。虽然在赛前已经规定好了，这是自由搏击比赛，可以使出部分散打招式进行应对。可是刚刚方便运用抱摔动作将威先猜扔出擂台，也遭到了威先猜本人的不满与投诉，所以裁判才会对方便进行一系列口头警告。这也说明在散打领域，方便已经显露出自己无敌的趋势。这个威先猜被激怒了。他说：“我高边腿你能够接腿摔，你接我再来一脚。”转身后蹬。你看两位选手都非常的冷静。今天这个方便第3场比赛虽然碰到了老拳王威先猜，但是方便绝对不能躺，没怎么打。他比赛经验也太丰富了，他打过395场比赛，你想想。是的。而且他很会抓机会，他现在引诱方便出动作，打反击，让你出动作。因为这个威先猜的打法和泰拳王沙加拉克不一样啊，那个拳法对，他没有那么那个盲目啊，很沉稳。刚好两位选手他的风格其实很像的啊，都是比较沉稳的，比较有战略的，比较有思路的选手啊，所以说两位沉稳到一块去了，看看比谁沉稳。你倒计时，1回合就先到。比赛来到第2回合，回合刚开始，方便就步步紧逼威先猜的内围，时时刻刻都在对威先猜进行一系列施压动作，甚至还趁着威先猜不注意，立刻运用脚丫子踹脸教训对方。虽然这一脚在伤害方面微不足道，可是已经完全扰乱了威先猜的比赛心态。这也说明从比赛开始，方便都在贯彻自己的扰乱打法。对，他说我还记得那是2009年10月10号。当然，我印象非常的深刻，记忆犹新啊。场裁判毛经理再给这个威先猜进行读秒，刚才是方便这记后手是重拳，把他对，还是有杀伤力，在第1回合里面，我们也说今天这个方面毕竟是3场比赛，他是绝对心里想胜这场比赛，
而且要以漂亮的对，所以说所以说压力很大，压力很大。所以说不能看重这些东西，对啊，一定要放下这种包袱。你看，尽管在第2回里边方面重击过魏建山，但是他也不盲目的进攻，盲目的我就是冲上去猛打就要 KO 你，他没有，所以说他还是比较谨慎的，谨慎。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方便的打法越来越得心应手起来。尤其是魏先猜从比赛刚开始的自信，到现在变得唯唯诺诺，不敢发起主动进攻。可以说，在比赛节奏方面，完全是方便掌握主动权。如果接下来的比赛回合方便没有被魏先猜击败 KO， 那按照长久以往的发展下去，肯定是方便更有机会获胜。和我们中方选手相比较来说，出一定的劣势。所以说方便的优势还是在于拳，对，他的几级重拳啊还是很有优势的，现在我都看到有的观众是把他的上衣都脱掉，再给方便喊呀，让他出动作打。但是这个魏建山也知道，我要拼拳肯定不是方便的对手，我要利用我这个高边腿，是吧？是的，上头啊！你近身的时候，我能不能吸把劲？现在方面，你看这不盲目进，不盲目进。哦。今天方面也要对手出动作，你出动作，我拳法才能打出来，让我后者的重拳才能发挥我的威力。今天方面真是太谨慎，小心翼翼啊！太小心翼翼了，毕竟你在3场那场比赛里头，我们所有人认为你那场比赛能够 KO 这个莱图特，不得太凶，结果那场击败也导致了很多击败的前尼伤心落泪。我觉得接近体育是这样的，英雄不是不败，而是永不放弃。我觉得这是主要的。我觉得至于多少场记录啊，比赛来到第3回合。人人都知道魏先猜是职业擂台上的重炮手，可是到现在为止，魏先猜所打出的命中次数，2只手都数得过来。反观方面却在散打招式的加持下完全压制对方，时不时还会打出脚丫子，狠狠踹在魏先猜的面部。按照目前的状况下进行，魏先猜随时都会面临被方便 KO 的结果。方面急了啊！给他说，你要放开打这场比赛，胸部不要看太重，不要背那包袱那么沉重，放开打，放开打。是的。因为我跟这个洪翔在这场比赛里也看到今天的方面确实压力挺大，他也知道这场比赛的胜负对他有多么的重要。其实每一场比赛都很重要，但每一场比赛呢，都用全力以赴就好。对啊，所以说这种心态要放开。刚才方面的一个转身后蹬，现在还要逼进去，逼上，如果就低扫要骚对方，让对方的拳拿来，刚才如果直接能进攻上去，正正对方家反击过快，是吧？要知道这个魏现在已经32岁，真的很快，这么胖还有这么灵活的动作，真的是很难得啊！终于比赛来到了最后的倒计时阶段，魏先猜也开始发觉，再不出手就会遭受更严重的挨打。所幸魏先猜开始与方便进行最后的拼拳换脚阶段，方便则是立刻拉开安全距离进行对峙，尽可能的避免拼拳阶段被精准命中丢失比分。方便就是要在比分上处于绝对领先状态，以完美的胜利结束这场比赛，他就想 KO 这个魏先猜，因为他所有力量用在这个后手重拳上。是的，你看，确实看，如果说看双方的实力说，确实应该是以 KO 结束的。对啊，实力还是有悬殊的。现在观众们都想，这个方面第3场比赛 KO 对手，方面也是这样想。你看，他这种后手的重拳多么重，再来，瞄准了他打上就打上。今天出现了2场这样的比赛。看似这个实力悬殊很大，但就是 KO 不了，对吧？因为我只防守了，我不进攻了，你怎么 KO 啊？就是不给你 KO 的这种机会，不给你 KO 的这种距离，不给你 KO 的这种空当
我只保证不被 KO 就 OK 了啊。所以说这种比赛呢，我也会经常出现。然后呢，其实看似这个两个选手的实力悬殊很大，但是就是 KO 不了。今天这个表演赛说，你想 KO 我那也不容易，我就靠着围城，你打了我把头防好，你想就防着你后手的这个直拳、重拳就行了啊。这场比赛的胜负已经没有任何的悬念，肯定方面会赢得差距3场比赛胜利，没有任何悬念。对，直接的方面想 KO 对手。在寻找方式。比赛最后公布比赛结果，死神方便实至名归赢下了比赛最终胜利。大家认为方便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